们现在放去 Sport。OK， 那我们关掉冷气吧。OK， 这台车呢是来自一个 2.2 公升的涡轮增压柴油4缸引擎，202 PS。44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再配搭这个8速的自动变速箱。对了，这台车的换挡有拨片，哈，那我们就来用一下换挡拨片。现在8速嘛，而且在 Sport 的时候呢，它比较有反应的换挡的时候。前麦花臣后多连杆的设置，轮胎18寸，235 60 18。Goodyear 的 Efficiency Grip 的轮胎，前面有双活塞刹车卡钳，踩上去呢，一点都不觉得没有信心啊！这辆车毕竟2.1吨，看踩上去还是很可以的。前轮啊 ，OK， 它的扭力呢是在1750转到2750转的时候爆发这440牛顿米的扭力的。所以我觉得上山呢没有必要拉到4000多转，它不像我们的 NA 的或者是一般上的汽油这样啊，毕竟这个是柴油，虽然扭力呢高就可以了。像现在这样3000多转，3500就升档了，我觉得够用了。看它还有降档补油哦，这种 Family Car，see that？哇，很听话嘞！虽然这辆车车身2.1吨啊，那我过弯的时候呢，它推头是有，可是哦，它的那个 ESC 帮我拉回来，把我带回轨道。你看啊，4000转自动升档，其实我也不需要自动自己升档啊，可是 at least 我觉得不需要拉到这样高转啊。哇，觉得这辆车操控来讲很不错，一个人驾的时候，看载人就不同讲法就中了嘛，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嘞，以它的。Let's see， 我遇到那辆 valve fire 了。要给钱了，阿托，试用呗，还没有正式收费啊。然后迟一点就塞车了，来看。哇，好开啊！这台车，我觉得比40载还更好开哦。我之前驾过 Velfire 2.4 Turbo 40载了嘛，就这台车好开过它嘞。车身的灵敏度，感觉到比较灵敏，也不知道怎么，虽然2.1吨。Good chassis, good suspension。
耶，劲臭，好开好开。当然你不要，我知道你们讲好开，能够比我的 Proton S70还有 Civic 好开，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傻逼来问这个问题。我当然是拿 MPV 来比嘛，自己本身都是驾惯了不要发业的人哦，30载啦，那你可能驾这样这个车，动力都首先都输给他了，2.5N 呢，第二点就是它的车身过弯那里可能这样稳。body roll 也不会明显诶，因为有些 MPV 啊，你一过弯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车侧倾很够力啊，严重啊，好像翻车这样。这个车你讲的 suspension 硬吗？我不觉得会很硬哦，又不是不舒服哦。OK， 2档1档，2档到1档是没有补油的啦，其他都有啊。哇，好有力啊，400多牛力。当然不过 FL5 来啦，不要挡着它。FL5，Go Go Go！可以多给的 MPV， Damn, this MPV can tow gate, bro. 8-speed auto, 400 over meter horsepower, 400 over Newton meter horsepower, yeah. Bye bye. 哇，它推头不用紧 ，ESC 拉回来的很顺呢，我少推头哎。前驱，它的 ESC 敏感一下了，其实。Happy family。
哦，哇，车身很好哎，哇，车身反应 very good 嘞。你看啊，阿路的屁股一直在那边跳了，不舒服了。后驱车没有动力也不好。嗯，哼，坐在路中间的。Carnival Power， 如果你这样子载客上山哦，晕死他哦。但是它的操控是有的，而且一点都不压力，载满了。嗯哼，damn。换什么啦？你走你的路啦，不要管人家，不要挡人家路就好了。唉，不明白这些人，我都没有影响到你，你换我的吧。看，2.4的 Alpha 哪里有力上的？他们辛苦了嘛，载满人。哎，我懒死了在讲话，因为我的扭力高嘛，我知道。性价比。OK， 买这辆车回去 remap。How is it?好开啊，Carnival 真的好开。我去拿车那天，我一上手的时候，那感觉又回来了。因为我其实在我频道很久以前有试驾过一个17年的嘛
，1718那种，那时候也是2.2柴油跟8AT，我觉得那时候的引擎跟这个没有差多远它开起来感觉也就是不是一般那种 MPV 给的那种，就是很左右晃动啦、笨重啦、没有动力啦。而且那时候我开Carnival之后，它已经完全打破我了不喜欢开 MPV 那种感觉了的。它会颠覆你的想法，所以各位还等什么？赶快去试车啦！找我试车也是可以啦啊！Carnival 试过了就懂了什么叫好料了。现在的柴油是比较贵啦，等这个过渡期完了之后啊，柴油没有这么贵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香的，真的。当以前2块3毛半哦，有 Euro 5 B7 打，也就是说柴油中的最贵的那个 B7 啊，2块3毛半。会比汽油贵少少，可是我比汽油走得远哦，这个是我的好处哦。OK， 2026年的 Kia Carnival 11 Seater 终于完成了，人如上山了哈。OK， 所以我不知道 Kia 还有没有7人座的 Videx 啦，可是我 review 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哦。你可以看回之前我们去 launching event 的 video， 因为之前的确是有拍一下它的内饰啦，基本上它的动力都是一样的，操控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只是19寸而已嘛。Kia Carnival 真的是好看又好开的车，有外表有内涵。结论来说，谁更大？无论是横向跟长度，肯定是Carnival咯。在停车场你会很明显察觉得出，它比 Alphard 更大量、更宽了的。可是还好我有 sliding door， 我相信很多有家庭的朋友们呢 ，sliding door 固然是比较实用的，尤其是我们去到一些购物商场，又不会影响到旁边的车怎样 parking 到，下车还是可以上下得到。然后还有就是空间，有时候一家出游哦，我们能够的话，全车人在一辆车比较开心嘛，这台车也做得到。所以你们正考虑要买一台 MPV 的话，不如来看一下 Kia Carnival 咯。这一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是你的 Ed 的爱的人，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Goodbye。Audio.